要我送你去山顶看看他的骨灰吗？告诉我，那大师都曾交代了你什么？说，你便能活。大师死了，他死了，那我如何还能活？我如何能活？是你杀了他？说。大师死了，这世间还有何人能救我？既如此，你们又凭什么活着？苏锦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什么都告诉你，我要你听着。大师死了，我死了，你的男人大元的太子殿下也会去死。他看着神色大变的女人，癫狂大笑了起来。大师在平阳关，他设好了坟墓，只要他踏过，哪怕他什么都不做，也必死无疑。那里的一切都是为他而设。我要你清楚地知道他如何死去，却无能为力。你救不了他，来不及了。苏锦死死地攥紧双拳，眼中赤红一片。他猛地抬起一脚，朝人狠狠踢去。男人倒飞出去，后背重重撞在柱子上，双目一闭，昏死过去。苏锦杀意大盛，手中的匕首直直甩出，却在最后一刻仅剩的理智死死压住，手腕偏了偏。这个人还不能死，我不能慌。距平崖关不远处的山岭中，殿下，我们已经在此驻扎2日了，何时出发？左翼不明白他家殿下究竟要做什么，眼看就要到平崖关，却将兵藏在了山岭之中。朝阳花子寻到了没？左翼面色复杂地看了他一眼，都什么关头了，怎么还想着他家太子妃的灵石呢？您放心，这里士兵无事便为您搜罗，保管太子妃日后随时吃得上。哼，这成了亲的男人真是不松快，心里除了媳妇儿就是娃。明觉淡淡地瞥了他一眼，看着远方，心中似在计算着什么，吩咐道：明日出发。好，殿下，我这就去安排。已过2日，援军竟毫无动静，可有发现异样？接连探查已是确定，带兵之人正是明觉，他在等。将军，援军确实向着平崖关而来，那般庞大的军队，如何也掩饰不了。然而他话音未落，一道鼓声瞬间惊醒了沉睡的夜晚。敌袭，何人来袭？报，将军，是援军。大元太子已死，众将听令，留下援军。军心大振，一声声高亢的呐喊带着回音飘散很远。前方的拼杀还在继续，苏锦翻身下马，马上横着的人随着他的动作滑落而下。他站在原地，目光快速向四周望去，似是在寻找着什么。没有，蝴蝶还是没有回来。他捂住心口，正在原地久久没有动作。半晌，拖着地上的男人一步步靠近战场，女人的面色前所未有的平静。两军厮杀不断，秦汉对着来人就是一个横扫，刀刀见血。秦将军，他们说太子……呸！听他们放屁，有本事就来嘛！净整这些没用的，我们殿下好着呢。殿下能吩咐我前来，自己也定不会有事儿，肯定是那龟孙子想出来的阴谋。战场之上瞬息万变，他们此番已占上风。殿下果真是料事如神啊！腋下一女子忽然闯入了众人的视线，她手中的弓还未收回，眼神看向那翻滚而下之人，目光森然。哪儿来的女子？将她拿下！你们说，明觉怎么了？霍秋不知他是何人，却被他诡异的目光看得直皱眉。滚！战场不是你个女人能来的，将她抓起来，最后处置。刚说完，他猛地抬起头，像是才反应过来他说的话。
明觉，大元太子，你是何人？看着冲过来的士兵，动作干脆，直击要害。好强的女人！是的，她若没本事，如何能走到这里？他脑中猛地一转，似是想到一人。全力将此女拿下！她是太原太子妃苏锦。只要拿住这女人，前方战局将能迅速扭转。援军西侧突袭，粮草被烧，可谓是打得他们一个措手不及。如今这个女人的出现，真是再好不过了。苏锦没等来回话，他淡淡的扫了一眼，看着他，告诉我明觉在哪儿。皇，胡说什么？苏锦脚下朝着一处重重一踢，那原先昏死的人一口血喷了出来，艰难地睁开了双目。皇，他猛地跪了下去。明觉在哪儿？明觉不在此，放了皇上，万事好商量。至于太原太子之事，是祁连将军下的令，并不知具体，可能他没死。稳住，只要过了今夜，援军将不击而溃。那太子的死讯，报！祁连话语一收，看了过去。然而下一刻，士兵所说之言却犹如一道惊雷般砸了过来。我听到了什么？皇被抓了！苏锦要见将军你，晚一刻便要皇一之手，知道？还不等他说完，便冲出了帐外。等他到来的苏锦定定地站着，他合着双目，仿若周围都不存在般，不愿去看一眼。苏锦，放了皇，我什么都可以答应你。你迟到了。苏锦，祁连双目一红，面色狰狞，如何也没有想到他会这般狠。明觉在哪儿？祁连看着不断抽搐惨叫的余黄，上前一步。明觉之事已无力挽回，我愿用我的性命换你手中之人，是我下的令。他可以死，但黄不行。他忠的不是眼前这个人，而是大禹的皇者。若是黄死在了此地，他们乃至整个家族都将是大禹的罪人。明觉在哪儿？在平崖关地界，有界碑的那一处。他看着那面色平淡、无悲无喜的女人，不知为何，却莫名让他心悸。这厮是大元太子领兵出征，必是要过那地界。那处有什么我也不知道，据闻那里对他人无用，只针对大元太子一人，他会死。苏锦森寒的目光将人一一划过。既如此，忽然脑中一道熟悉的声音将他打断。找到了！宿主别怕，你父郎没事。那仙蝴蝶第一次出任务，找人慢了点儿，对不起，我以后会好好改进。西童声音越说越小，带着难言的丧气。宿主这2日像是疯了一般往这边赶来，一路上因为没得来蝴蝶的回信，担惊受怕。他心里除了焦急难受，更多的是自责，觉得是他不够好。西童黑黑的小脸重重地垂了下去，没再吭声。苏锦愣了一瞬，心中像是有什么涌了出来。他闭上双目，敛去了眼角的失意，在睁眼时，眸中的光骤然汇聚，重新亮了起来。童子，谢谢你。他长舒了口气，朝着周围看了一眼，什么也没再说。他将手中的人拖行着，一步步离去。祁连双目发红，如何会让他这样离去？他朝着一旁挥了挥手，看着有人跟了上去。他在原地站了半晌，脑中一片混乱，前方的战火声瞬间让他没了多想的机会。眼看援军已经快要打到营前，祁连也顾不得多想余黄之事，厉声道：快，霍兄，带人去增援。苏锦隐在暗处，一支支系统出品的箭矢拿在了手中，一道道带着火光的利刃划破天际。祁连敏锐地察觉到空中异样，他身子转过，他翻身一跃，想要躲开，岂料身旁又来一道箭矢的利刃穿过身体，轰的一声，火花瞬间点燃。还在应战的秦汉抬头看着后方的余军大本营，一阵阵火花闪过，虽是不明，他却很是兴奋。趁此机会，一鼓作气，带着手下的兵直冲敌营，越战越勇。冲啊，打进去！天色已是大亮，苏锦看着眼前平崖关的界碑，
眼眸深了深。就是这里。系统在平崖关到处转转悠悠，可算是把他家宿主等来了。他看着苏锦平静的面色，咽了咽口水。他筒子不怕宿主笑，不怕他凶，就怕这个冷静的模样。宿主，你家夫郎没事。苏锦看了他一眼，没有说话。他摸了摸自己的心口，那种犹如被穿透般的疼痛他忘不了。他将目光一点点地划过地面。那些东西在哪儿？宿主，我仔细找过了，就在那个地方，沿着那界碑之下，西南方有很多空坛子，里面有东西。哇！苏锦陆续掏出很多东西，两人就这般忙了起来。殿下，我们这就回去了。左一昨日听闻殿下吩咐启程，他还当是要前往平崖关支援秦将军呢。秦汉成了。然而就在此时，一只不停打转的蝴蝶像是发现了什么，猛地向他扑来。他看着一直停留在自己肩膀上的蝴蝶，再望向半空那只，来回看了两下，颜色有些不同。这是另外一只。他手微微一伸，将蝴蝶身下的小东西取下，慢慢展开来。女人的字尽收眼底。平崖关有诈，勿去，你一步也不准踏入，等我回来。不去，我等你回来。这一战以主将祁连死去，余黄被擒，霍丘带领余军呈上了投降书而告终。末将幸不辱使命，然此番得胜，属太子妃居功至伟。随即他将那一夜战事细细地说了一番。明觉听着他的回禀，半天也没有说出一句。殿下，末将回城时在平崖关地界见过太子妃，他令末将转告您，不要再去寻他。太子妃可有说什么？可有受伤？太子妃衣衫带血，但面色无状。他仔细回想片刻，恨不得敲敲脑门。太子妃好像没受伤吧？那时他身旁堆了一圈49坛之类的物件，指挥着小黑将军一一过手，不知在做什么。秦汉想了想，将当时的情景描述了一遍，面带为难道：末将想带兵留下守卫，可太子妃不愿，只吩咐我等将大禹皇帝的尸体带回来。您看。明觉没有再问，摆手道：交由冷将军处置。说完，他独自走了出去，遥望远方，像是在通过那无际的天色看向谁。他以为我死了，那他当时该有多难过呢？想到此，明觉心中猛地一缩，心中泛起一阵密密麻麻的疼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苏锦还未归来，军队已是整装待发。冷闯带兵回朝复命，然而最前方却无人得见太子身影，只左一前来送行。左侍卫，您看要不要留下一营，在此保护殿下？殿下吩咐过，无需他人在此候着。他家殿下呀，是在等人，等他的太子妃。殿下说他怕太子妃找不到他，他不回，他便一直等在这里。于他家殿下而言，班师回朝这等荣光大盛的时刻，远不及给太子妃一个安心重要。左一没有再说，待明觉向着将士们致辞一番，转身离去。朵云轻轻飘落，化作山前石上流。他不问去向何方，只因星光与月眸。若你也听见回响，请让呼吸慢些走。此刻尘劳都放下，心是自由的舟。云深不知处，唯有清风知来路。心随天光处，飘向无梦的净土。不问岁月几度，只守这一片虚无，在灵魂最寂静的归宿。曾为父命走前锋，踏破芒鞋双骑冲。如今学会相掩时，听雨也听松风。地狱胜过万种。
在无人之境中，当暮色染透。殿下，咱该回了。他看着每日在城外从天明等到日落的太子，深叹了口气。他不明白为何日日挂念，却不上前去看上一眼，哪怕不凑上前，只是望一眼也好。难道只因太子妃说过让他留在此，殿下便要一步不出，每日都要来此候着？佐伊摇了摇头，感情这事儿真是复杂。太子妃的送去了吗？您之前吩咐过，属下早已安排人送去了，营帐、暖衣、吃食都有。明觉点了点头，回头又看了一瞬，缓缓朝着城内走去。朦胧的天色里，两个人影渐渐显现。回去后，我筒子要下线，闭关个3天3夜。一张黑乎乎的小脸半垂着，满是沧桑。他好不容易养嫩的皮肤都糙了。唉，我不精致了。谁能想到那狗大师如此丧心病狂？苏锦听闻这话，一声轻笑传出，伸手摸了摸他的脑门，没有说话。明觉眼看已是跨入城内，不知为何，他忽然转身朝着后方又看了一眼，这一眼便再也没有收回。殿下，殿下，是太子妃。苏锦看着向他奔来的男人，定在了原地，猛地笑了起来，就这么静静地看着他，越来越近。苏锦双眼泛起一层润色，他缓缓张开双手，而这一次明觉却没有如他所愿投入他的怀抱。男人喘着气来到身前，目光紧紧地盯着他，一个横抱将人抱起。明觉低下头，在女人的额头来回蹭了蹭，带着无言的情愫，将人往怀里拢了拢，什么也没说，大步朝着城内走去。左翼紧随而至，却十分识相的远远避开了，没有上前，瞬间与被遗忘在原地的系统对上了。系统朝着远去的两人看了一眼，也张开了双手。行吧，我抱。就这般，左翼一路将系统背回了城，如哄孩子般取来了食物，只往他手里塞。那个太子殿下定是有事和太子妃说，你就留在这儿，咱们好吃好喝。他还没说完，系统叼着鸡腿暗搓搓瞥了他一眼，转过身子，没有搭话。我筒子啥牌子狗粮没吃过，这种事还用你说？没见识。明觉将人放下，目光一动不动地看着已然熟睡的人，温润的指腹一寸寸抚摸着女人的脸颊。他看着她眼下淡淡的青色，冷了许久，一股难言的色意再次涌了上来。良久，他站起身，动作极轻地为她解下衣袍，擦拭一番，取来药膏，一点点地抹在手心处。那密密麻麻的小伤口，有新的也有旧的，每一道都犹如细细的刺，一点点扎进了心里。他垂了垂眼睑，闭目，按下心绪，将包好的手慢慢放进被子里。床上的人只是眉头微皱，应明一句，却没有要醒的意思，依旧睡得很沉。明觉没有听清他说什么，上前拍了拍，轻哄道：睡吧，我在这儿，哪也不去。苏锦像是听见了一般，眉头渐渐舒展。当他再次醒来，已是隔日的傍晚。明觉端着一碗粥，轻轻地放在桌上，眼神习惯性地朝着床榻上看去，瞬间与苏锦惺忪的目光对上。他愣了一下，随即大步迈了过来，将人扶起，连声道：睡好了吗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没事，不用担心，睡得很饱。说完，他视线移向明觉，望着眼前安然无恙的男人，就这么动也不动，看了好一会儿。他以为自己再也见不到他了，他以为这世上不论何人离去，他都能慢慢释然，最终都可以接受，但终究是他以为。良久，苏锦对着他展颜一笑：过来。明觉没有思索，俯身上前，苏锦顺势凑上去，将人抱住。你很乖。明觉为了让他抱得更舒服，又往前送了送，蹭了蹭女人的脖颈，嗡声应着：会一直乖，只要你在，我便一直乖。他有很多很多话想同他说，却终是汇在了这一句承诺里。
经几日的休息，苏锦又恢复了往日的精神气儿。此刻车厢内不时传来女人的大笑声，两人经历一番，看似没有变化，却还是与之前带着些不同，目光相处都带着黏意。你说这成了亲的人天天黏在一起，他们就不腻吗？宿主都不怎么跟我说话了，哼，被男人的花言巧语迷晕了头。左单身狗一淡淡的扫了他一眼，没有说话。你怎么不理我啊？哦，我忘了，你没媳妇儿，当然不知道了。你先给我找个媳妇儿，我再告诉你。他严重怀疑这黑仔就是故意来戳他心窝子的。系统上下看了他一眼，立马别开了头。算了，我还是找其他人问吧。哎，你说你那眼神是什么意思啊？别以为你长得黑我就不敢打你。车厢外一大一小眼神交锋着，车厢内却是一派情意绵绵。京城里冬日很冷，这次回去我带你去黔南住上月雨，那里暖。好啊，带仔仔吗？京城的冬天也不是那么冷，孩子扛冻。说完，他朝窗外看了一眼，目光闪了闪，没敢看他。我觉得你说的对，咱家仔仔腰厚，应该挺扛冻的。两人瞬间对视一眼，谁也没再说，心照不宣地眨了眨眼。外面冷，别出去看了，你爹娘他们快回来了。不信啊，你们明天再看，说不定啊就回来了。崽子们满是不赞同地看了他一眼，显然这话已经不能再忽悠他们了。姥姥，你昨天也是这么说的。二宝板着小脸，认真地想了想。10天前，姥姥就这么说了，骗小孩不好。哎呦，现在的孩子呀，可真难哄。女儿这一走都月余了，不光孩子惦记，我也惦记，愁得我夜里呀都不踏实。乖乖们，今天有没有乖呀？苏锦走之前将孩子送进了宫，然而随着一天天过去，崽崽们越来越沉默，整日垂着脑袋，没有精神气儿，就是想要回来等着娘亲。看着心疼，只能将孩子带出了宫。无论孩子平日里怎么黏着明觉，但他离开数月，崽崽们虽是想念，却不会闹。一旦苏锦离开，那真是数着日子惦记着，做什么都没精神。他想哄都无从下手，孩子想母亲乃是天性。皇祖母，皇祖母，我们有乖，可是娘亲不乖，她说很快会回来。我们都等了好久好久了，他们是不是找不到家了？你娘亲呐，此刻一定很想你们，急着往家中赶呢。苏锦伸了个懒腰，懒洋洋的被明觉半抱着带下了马车，一副柔弱的模样。系统这一路对着两人，显然习以为常了，小头一扭，嗖的一声窜进了苏家，速度快得不可思议。明觉适时看了一眼，对于这个一路都在暗搓搓瞪着他疑似刀精的孩子，他虽没在意，却也会不时注视两眼，暗中观察着系统的一举一动。可见他除了外表，这心智也全然属于孩童状态。既是孩子，便算了吧。系统全然不知，因他的长相完美的与一场小宫斗擦肩而过了。崽子们，姥姥，我回来了！啊，黑宝哥哥回来了！那娘亲，娘亲！孩子们小腿噔噔噔的，却怎么也跑不快。大宝尤其慢，本就胖乎乎的身子，如今被秦氏套了一层又一层的衣服，远远看去犹如胖球。看着比自己跑得快的二宝和妹妹，身子一缩，一个使劲儿，咕噜噜滚了过去。好巧不巧，就停在苏锦刚迈进来的脚边。这种欢迎方式还挺特别，哪来的球？他死死控制着想踢一脚的冲动，将地下的球提了起来。别说，还挺沉，看样子又长膘了。娘亲，大宝好想你啊！这一次大宝又冲到了第一，另外两崽也不甘示弱，紧随其后，一左一右抱住了苏锦的大腿。娘亲，你不乖，我才回来了，宝宝都想你了。三个崽在苏锦身上哼哼唧唧地撒着娇，哪儿也不肯再去。秦氏远远看了看女儿，算是放下了心，他也没有上去打断，转身瞅准了系统，眼睛上下一扫，眉头立即皱起。哎呦，这小景怎么回事？怎么照顾孩子的？
一个转身再回来时，手中多了好几件衣衫，有厚有薄，就连里衣都有好几件。系统黑脸一猛，以往的经验告诉他，这种时候不要反抗，也不要说话。哎呦，这别是冻傻了吧？真是造孽哟！孩子，走，姥姥给你穿。秦氏不容拒绝的拉着系统便走。系统看了一眼，不敢反抗，跟着去了。明觉特意晚了片刻走进来，看着挤在苏锦身前的3个孩子，眉眼揉了揉。看谁回来了？我可是将你们爹爹带回来了，厉害吧？爹爹，我们可想你了，写了好多信呀。我们想你有那么多的想啊。好，爹爹，娘亲说你要保家卫国，大宝觉得爹爹好厉害。没有你娘亲厉害。苏锦听着父子几人一问一答说得起劲儿，他看了一眼，起身离开，准备去看看他娘秦氏。爹爹，宝宝给你寄的信有没有看见呀？就是那样的。乖宝眨着眼，小手一翻，做了个翻面的暗示。二宝想到那次被打，一时冲动画下的东西，有些不好意思。没看见也没事了，我画完就后悔了。明觉忍住笑意，装作可惜的摇了摇头。他看见了，也要当没看见。爹爹，没关系的，我们又画了新的，这一次你一定可以看见了。说着，小胖仔一个转身冲向了里屋，拦都拦不住。对，我们画了好多的。乖宝点头应和，显然早有预谋。2个崽崽虽是想念娘亲，但还是记着2次被打屁股之仇。如今爹爹回来了，有了靠山，小身板瞬间硬了起来，暗搓搓的想要继续告状。大伯，你记错了。二宝不同于他俩，只觉小脸发红，在后面追着，心里急得不行。待会儿是看还是不看呢？娘啊，你在哪儿呢？见房门紧闭，正要去敲，脑中传来一阵呼救。素罗，快救命，快来救统啊！重生太难了。怎么了？我不冷。系统呜呜咽咽，哭得好不可怜，半天也没有说清。苏锦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儿，紧接着房门打开，他顺势望了过去。哎呀，大小合适，很合身。小孩子就要穿鲜亮些的，那些黑的可测不出你的面貌。听老的，以后啊就这样穿，多精神啊，好看着呢。秦氏也是纳闷了，这小黑仔长得黑，怎么还喜欢穿黑的？整个人一缩都找不到他。好啦，我算是知道系统哭什么了。这一副包粽子的架势，还是大花色的粽子。再想想刚才看到的3个孩子，很好，这一看就是一家的崽嘛，谁也逃不了。这一点也不好看。系统哭唧唧地看向苏锦，瞅你把孩子冻的都冻出鼻涕来了，真是不省心。系统猛地打了个嗝，不敢再哭了。苏锦被这一瞪，眼看火要烧到自己身上了，瞬间怂了。娘，你说的对，我这人心粗，还是得娘您来才行，就该这么穿，瞧着就暖和。他违心地瞥了一眼，继续道：黑宝这样一弄啊，朕的小脸五官都清晰了，还是娘您厉害，瞧把这孩子乐的，都激动得流眼泪了。去，别在这里给我戴帽子。笑骂一声，也没再叨叨了，拉着他的手好好问了一番。等着被解救的系统眼看就要哭了。嗨，宿主，你没有信。他黑脸一抹，裹着自己的大花色冬衣，摇摇晃晃朝着外面走去。等着吧，我要去找崽崽们打小报告。来呀，互相伤害呀！哼！爹爹，你看，都是我们画的哦。这个是大宝画的。二宝见爹爹没有注意到他，趁此机会快速将自己画的藏在了身后，小小的松了口气。再轮番示意，明觉含笑点头，却一字未言。爹爹，你再看看，就没有想问的？乖宝小手重点在那画上小人的屁股上点了点。快问呀！明觉看看3个孩子，认真点评道：画技尚可，有进步，尤其这一处刻画得很入神，可却也有不足之处。随即他说了几处可提升的地方，着重点了点。
他似是没看到孩子们发懵的表情，宛若正在讲课一般，言辞正色严谨。慢慢走进的系统听着耳边的话技探讨，头往前伸了伸，他悄悄凑了过去，3个胖球中间瞬间又多了一只。明觉嘴角弯了弯，转开了视线。黑宝哥哥，你也来了！大宝最是激动，说着就想往他身上抱。两胖仔勉强搂了搂对方。哎呀，黑宝哥哥，你快跟爹爹说说，就是那天。他小手挥了挥，朝着屁股拍拍。系统瞬间恍然，添油加醋道：就那一天，崽崽们就犯了那么一丁丁点小错，苏锦他就可凶了，趁你不在，将崽崽们打得嗷嗷哭。哎呦，你是没瞧见，那叫一个可怜哦，小脸都哭花了。三仔齐齐点头，可怜兮兮地看着明觉。你就该好好的收拾他，正正夫纲。我这里有驯夫，呸，说错了，是驯妻指南。你要一套吗？给你个优惠价。明觉复杂地看了他一眼，不必，我都听他的。哎，没救了。崽崽们却没听懂，什么指南？爹爹，以后娘亲再打宝宝屁股，你会拦着的，对吧？爹国可痛了。只要爹爹应下，就一定会做到的。明觉看着眼前几双不灵不灵的大眼，他终是不忍，心中一软，正要哄崽，耳边一阵熟悉的脚步声传来，不用看他便知是谁。男人面色冷峻，话锋猛地一转道：你们被打一定是犯了错，要好好反思，不可再犯，也不可在背后说娘亲啊。同我去书房思过。说罢，他神色严肃的一扫，背着手走在了前头。眼看就要成功的崽崽们，此刻小嘴微张，一副不敢置信的模样。明觉见身后没有动静，眼眸轻轻一瞥，三仔立即乖乖地跟了上去。黑宝，你也来思过。既是名义上的父亲，那就该管管。叫我干嘛？我为什么要思过？哼，我筒子才不会去呢！我挣扎，我抗议。但最终还是和3个崽崽排战，被迫接受了明示教育。苏锦看着离去的几人，背着手满意的点了点头。多么和谐的一幕啊！果然家有贤夫很重要啊。小姐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皇后拉着苏锦泪眼婆娑，一颗心算是放了下来。她侧身看向一旁的明觉，目光打量了片刻，更是一把将苏锦抱住了。好孩子，母后谢谢你。母后，是儿臣让你担心了，我们没事，您放心。母后。他话还没说完，皇后理都没理他，带着苏锦就往里走，仿若没有听见。小锦呐，在外受苦了，瞧瞧这脸都瘦了。皇后拉过苏锦的手，一番感慨，却忽然觉得手下的触感有些不对，低头一看，眼睛瞬间泛了红。手怎么还有伤痕呢？这得多疼啊！嬷嬷，去把我那个敷浴膏拿来。唉，这都是为了我皇儿。想到此，皇后以一种孩子不争气的目光暗中瞪了一眼明觉。我这皇儿也就是命好罢了。不用，母后，不用，我这很快就好了。你看看，这都留印子了，是不是明觉没照顾好你？明觉对皇后投来的视线沉默不言，苏锦只能笑着收下了，乖乖表示好好涂抹，过阵子来给他看看效果。你呀，就是脾气太好了，这男人惯着。你瞧瞧，都成什么样子了？我跟你说呀。皇后眼神一转，到嘴的话收了回去。我记得你父皇还在等着，你去吧。明觉看了一眼苏锦，沉声道：是，儿臣告退。小锦呐，我这做母后的看到你们和和美美，心里也高兴。但是这一次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要是出事了，孩子怎么办？作为明觉的母后，我自是希望你救他，但是作为3个孩子的祖母，我也希望他们能有母亲。母后知道你有本事，只是希望啊，以后你能多想想，有把握之事可做，没把握的一定不要。此刻在皇后心里，苏锦俨然成了会陪着男人一起赴死的痴情女子。母后，我就是有把握才去做的，心里清楚呢。您放心，我不会白白去送死的。
他知道皇后是怕他没有把握下，一时冲动，再将自己也搭进去了。连声宽慰几句，连忙转移了话题。啊，母后，过些日子明爵要带我去黔南，仔仔就去。你们去，这京城的冬天冷，去住上月余也好。这皇儿还是有救的嘛，知道疼惜人。他沉下心，已经在盘算着到时要给孩子们带上些什么过去为好。苏锦只当他明白了自己的意思，也就没有再说，兴致勃勃地给他说了些路上的趣事。苏锦可还好吗？回父皇，他受了一些伤，还需休养。严重吗？可有传太医看过？明觉想到他那些伤痕，眼眸暗了暗。在儿臣心里，那便是严重。行，那你多照顾这些。是。父皇有那么一瞬，真以为自己又要失去一个儿子了。看着面前鬓角已出现几缕白色的父皇，目光怔了怔。父皇，是儿臣让您担心了。怎可怪你呀？是父皇没有一双慧眼，差点让那道长害了你们。他如何能想到，那一心敬重的得道高人，竟是要害他皇儿的元凶？他皇儿的八字、心血，都是他亲自送上的。是他亲手将自己皇儿的命送到了那人手中。父皇，以他的手段要儿臣的命，就算没有您，他也有万种方法，您怎可累及自身呢？他皇儿任人宰割，他却救不了。道家之术，他无从下手。那种无力之感，是身为帝王的明元帝前所未有的。父皇，你是忘了儿臣是有妻主护着的人吗？就算儿臣被人加害又如何？我有太子妃，他会护着我。儿臣自从跟在他的身旁，便再也没受过哪怕一丝一毫的伤害。就算对方如何强大，他也不及我家太子妃分毫。苏锦很好，朕一直都知道，他救了你，也救了这天下呀。皇儿莫要辜负了。父皇，我心悦他，心中唯有他，如何会舍得辜负呢？明觉话一出，自己都愣了一下。从不是一个善于抒情的人，也从未对苏锦说过这话。哪怕心中满的都要溢出，也从未。怎么？明元帝见他恍神，还当是出了什么事儿。没事，只是儿臣方才觉得有些话还是要说出口的，让心中的人听见方为最好。行了行了，回去再说。明元帝微一想，便知他是何意，顿时一阵牙酸。对了，我派人给你送了一些进贡之物，我听你母后说那东西用着好。你记得用啊。说着朝着他的脸多看了两眼。何物？人家都说男子不必太看重外貌，朕却不见得。你呀，可得好好谢谢你母后。感慨一番，还不等他说话，直接摆了摆手。行了，回去吧。丝毫没有给他说话的机会，转过了身。这一幕为何这般熟悉啊？母后好像也是这么驱赶我的。唉，罢了。明觉出了正殿，正要去接人。苏锦此刻也已从皇后宫殿走出，脚步轻快，嘴里还哼着小曲儿。见到前方迎面走来的男人，曲调一停，赶忙上前道：“怎么了这是？”苏锦不需问，一眼便知这男人心中有事儿。父皇同你说了什么？还是……明觉听着耳边的话语，盯着他，缓缓地笑了起来。不论什么时候，他永远都能看透我的情绪，无一例外。男人微微轻身，缓缓道：“我只是在想，有些话永远放在心里。”什么话？苏锦见他不言，却离自己越来越近，眼看就要快贴到他脸庞了，有些无奈，快速上前揪了一口。行了吧，好了，别撒娇，走，我们回家说。明觉轻笑一声，揽过他的腰身，温热的气息喷洒而出。我从未说过我心悦于你，从第一眼见到开始，便唯有你。苏锦感受着耳边的热意，愣了愣，真要命。他只觉浑身轻飘飘的，耳根有些发热。他咬了咬牙，只恨现在不是在家里。刚才风大，我没听见。现在立刻马上回家，给我再说一遍。明觉抿了抿唇，没有再言，顺从的点了点头。苏锦暗搓搓瞥了他一眼，拉着人迎风朝家中奔去。崽儿啊，我跟你们说，那战场可不是谁都能去的，
知道那些士兵都叫我什么吗？什么呀？我小黑将军。啊，小哥哥，你好厉害呀，一定很威风吧？还好，也没有那么厉害。对，我头子就是这么厉害，哈哈哈哈！小哥哥棒棒的。三个崽崽一阵吹捧，小手都拍红了。那宝宝什么时候能有这么厉害啊？哎呀，你们呐还小，长大就好了，要好好学习，知道吗？我们不变黑也会厉害吗？当然可以，明天我教你们打拳。你娘亲不是说过吗？我呀，厉害的是内在，可不是外表。瞧见没？我这拳头牛都能打上天。这小黑娃人不大，心还挺飘，瞧着吹的，牛能上天，你咋不上天呢？哎呀，还记得当初刚来家中时，缩在小景背后不敢见人，真是看了就让人心疼啊。如今这孩子倒是跟谁学的呀？把好好的孩子教成了这样，回头啊一定得好好问问。我算是发现了，这男人每一次都净挑在外面的时候撩人，有本事你在家试试呀！你是不是以为我在外拿你没办法？刚才想说什么？现在再说一遍。什么？不知道是吧？那一年春风初暖，你自言欲渡江南，一眼回眸乱了时光，桃花落在你眉间。青石小巷遥知轻摇，我离人海不敢言，只怕一句问姓名，便惊散这一瞬间。我愿为你研磨3000，写尽人间温柔篇。若此生能共白首不羡仙，我愿为你点灯一夜，照亮风雪96年。万家灯火不及你一眼人间。月下对坐，轻煮酒茶，夜色慢慢入线。你说人间多别离，我说我在你身边。书卷微翻，情意牵动，字字落在心弦。原来缘分不言深，却最缠绵。我愿陪你走过四季，从青。隔日一早，嘿哈，你们好好练，嘿哈嘿哈，抬腿，这怎么回事？抬起来。抬了啊，我可努力了，就是抬不起来。大宝见小哥哥表情严肃，鼓着小脸儿，伸手拎起厚实的裤子，小短腿又努力往上提了提，正要寻求表扬，吧唧一声，一个不稳，摔了个屁股墩儿。小胖仔愣愣地坐在地下，有些懵。在做什么？谢谢爹爹。二宝和乖宝见到明觉，也跑了过来。爹爹，我们带头黑宝哥哥学拳法哟。黑宝哥哥说，就是因为爹爹军营里的士兵都跟他学，所以现在才变得那么厉害。等我学会了后，也会像爹爹这么厉害的。系统缩了缩脑袋，往旁边一点点挪去，企图降低存在感。是吗？只要我不尴尬，尴尬的就是别人。怎么了？大宝想嘘嘘。等明觉抱着崽崽再回来之时，系统早就跑得没影了。
爹爹，黑宝哥哥他有事要忙，就先走了。好像小哥哥不想看到爹爹呢，为什么呀？明觉没多问，点了点头，朝着一个方向看去，眼中划过一抹笑意。这几日爹爹无事，都陪着你们。爹爹，那我们要去庄子里找舅舅呀，还有妞妞姐姐他们。可以。那我们可以学黑宝哥哥爬树吗？可以，但要注意安全。那我们不管孩子们说什么，明觉都一一应下。他挨个摸了摸仔仔的小手，果然都是热乎乎的。看来这个天啊，对他们来说不算冷。那我们现在去找娘亲，告诉她。你娘亲还在休息，不要叫醒她，晚一点再去。我们不去，娘亲一定是坐马车太累了。爹爹放心，宝宝不去，让娘亲多睡觉觉。乖，爹爹有给你们带礼物回来，去看看吗？好呀好呀，宝宝要看。那还等什么呀？爹爹，你走快一点呀！我家夫郎昨日吃了大补药了吗？比之前给他炖的汤效果还猛。苏锦脑子一甩，拉过被子盖住了自己的脸，门扉轻轻打开。娘今日亲自炖了汤，你要……都知道我起晚了吗？没有，没人知道你起晚了。我告诉娘，那汤是我要喝的。以后再不准喝什么奇奇怪怪的补药。听话，明明是要修理他，结果他却把我放倒了。一定是这个男人背着我偷偷进补了。我没。不，你有。好，我有。男人认下了。明觉看他没精神的模样，有些心疼。他不该那般不知节制。你，七主大人是最喜欢温柔的，还是昨夜那般？他随后轻轻低语了几句。这什么羞耻的死亡问题啊，他竟然问得出来？这还是从前他那个撩拨几句就耳根泛红的夫郎吗？哼，男人，你变了。明觉似是没看出他眼中的意思，一动不动，就这么定定地看着他，等一个回答。偶尔换换感觉也还行。说完立即起身准备下床。他没看到的是，身旁的男人因他这一句话，眼眸闪了闪，带着一丝明悟。他下床伸了个懒腰，转瞬间明觉已将衣物给他配好了，递了过去。今日就穿这一件吧，外面寒。苏锦点了点头，自是没有意见，随他。他喜欢看他帮自己挑选衣饰的模样，他觉得这一刻比任何一句情话都要打动他。这个男人把自己的爱融进了生活，点点滴滴他都能感受得到。其实你什么样的我都喜欢，但我更爱看着你面带绯色叫我妻主的模样，特别诱人。说着大笑着转身离去。自我感觉找回主场的苏锦心情极好的哼着调调，一路朝着书房走去。苏锦没有理他，继续哼着自己的调往前走。嗨，朋友，还记得你有个系统吗？怎么，地上的生活已经满足不了你了，开始往上窜了？给我下来！这要是被3个崽子瞧见了，又得学了。到时候找孩子还得往树上找。这里风景好，我喜欢这里。最开始他是为了躲明觉窜上树，不想再去思过，他不就是吹了一点小牛吗？现在待久了，倒觉得这里挺适合他思考统生的，安静。你不下来是吧？行，你待着吧。他今天穿得这么好看，不适合动粗。哼，这可是你自找的啊。哎，哪儿呢？小野猴在哪儿呢？他四处望了望，没猴啊。娘，他跑了，不过黑宝被吓住了。你瞧，在那儿哭，说想家呢。哎呦，孩子，你别怕呀，姥姥这就让人来救你啊。还没等他爬下来，秦氏动作很快的带着2个侍卫走了过来。别怕啊，这就带你下来。没2下，人就落了地。系统被人夹抱着带下来时，整只桶都是木的。哎呀，想家了呀，傻孩子，这就是你家呀，有啥好哭的？
那小野猴等我见到，我非揍他屁股。哎，别怕，今晚姥姥带你睡。哎，我看呀，还得再吃一副祛风寒的药才行。在上面吹了那么久的风，可别冻着了。咱再多吃几天药啊！伴随着絮絮叨叨的话语，系统被半拖着离开。姥姥的宠爱再次袭来，一物降一物，说的就是这两人。娘对上系统，那是奇效，那家伙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，乖得不得了。他还在感慨，脑中传来一阵哭唧唧。宿主，你不讲武德。苏锦理都没理，继续哼起了他的小调，心情好得不得了。大宝，你快来追我呀！二宝，到你了，接着。一只蹴鞠在空中划过，哐当一声正中桌角。苏锦转震了震，手中的笔划过一条长长的墨迹。对不起，宝宝不是故意的。没事儿，正好娘亲要重新写，你们继续玩吧。说着，他慢悠悠地换了一张纸，表情丝毫未变，和善得不得了。仔仔们眼神晃了晃，有些不习惯，三人对视一眼，跑开了。不生气，不生气。娘亲最近好好啊，她都不会生气呢，为什么呀？昨日我们没有做课业，还弄碎了爹爹的玉佩，娘亲都没有说话。娘亲是被爹爹说教了吗？倒是因为爹爹在家中，所以娘亲就不敢啦。感觉哪都不舒服。没多久，他们又窜了进去，歪着头冲着苏锦暗搓搓地打量着，小手在他身前左右挥了挥，企图引起他的注意。怎么，有事同我说？没有，只是宝宝觉得娘亲变了。变了？现在这样不好吗？苏锦亲切地冲着三个崽子笑了笑。苏锦一笑，他们却往后退了退。娘亲，你还是打宝宝屁股吧。他扭了扭身子，觉得哪里都不舒服，怪怪的。另外两只崽也赶紧点了点头，三个孩子都期盼地盯着他。这就是皮痒了，欠揍，对他们好还不行，非得打着才舒服。那都给我面壁去！哎，娘亲，我们现在就去。说完，三个小家伙欢快地向一旁站去，脸上都带着笑意，踏实多了呢。最近玩得开心吗？开心呀！爹爹，我们明天再去郊外呀。最近这段时间，你们的课业做了吗？好好的，爹爹提那干啥？你们这么乖，肯定早就做好了吧？已经把心玩野了，完全忘了课业的三个小家伙对视一眼，看着爹爹眼中的赞扬，齐齐地点了点头。我们当然乖，有做。哦，是吗？那我……哎呀，爹爹，宝宝好像有事要忙，就先走了。爹爹，你以后找娘亲玩吧，我们最近会很忙。想着近来一直同他们玩耍的爹爹，怕他一个人孤单，小声建议着：爹你乖，可以去找黑宝哥哥带你玩，等我们不忙了再来陪你哦。哦，是吗？唉，爹爹还想带你们一起外出的，既然你们都忙，那就可惜了。爹爹去哪里呀？大宝想……不，大宝你不想，你比乖宝还要忙，真愁人。爹爹，你去吧，宝宝就不陪你了。说完，两个小家伙火急火燎地追着乖宝的步伐也跑远了。明觉望向那渐渐消失的身影，嘴角弯了弯。都准备好了？那崽崽们……苏锦见他将自己的书籍都收了起来，心中会意，便知这是要出发了。我们明日便走，孩子也安排妥了，父皇母后那里我已经说过。好。隔日，母后，这是您怎么带了这么多东西啊？我们出去不需要准备这些的，这路上……这是给我家乖孙孙准备的。哦，皇后说着朝着崽崽的小院走去，她要好一阵子见不到了，得过去看看。你有跟母后说就我们2个人出去吗？我说了吧，我怎么记得是同皇后说过了呢？两人对视一眼，赶忙跟了上去。大宝，你快点写了。作业好多呀，宝宝后悔了。
哭有什么用？快点，你看这道题不对。二宝一会儿去看看左边，一会儿看看右边，忙得不行。我们不该贪玩的。这些时日，爹爹宠着，娘亲纵着，还有黑宝哥哥陪着玩，整日上蹿下跳，他们早就将课业抛在了脑后。本是每天一点点的东西，如今堆在了一起。乖宝一边抽着鼻子下书写的动作，却丝毫不受影响。有人来了！一听这话，两个崽崽哭声立即停下，挺直身子，表情认真的不行，丝毫看不出刚刚有哭过。哎呦，我的小乖乖，可真认真呐！临出门前还在做课业呢。皇祖母要好久都见不到了，出去要听话，知道吗？身边不可离人。正疯狂补着课业的崽崽们，皇祖母，我们要去哪里呀？去黔南。你爹娘还没说吗？这俩人今日都要走了，怎么到这会儿还没提？难道三个崽崽听闻这话，全都凑了过来，一脸的兴致勃勃。皇祖母，黔南是哪里呀？是爹爹要带我们去黔南吗？去那里做什么呀？苏锦二人进来时，对上的便是崽崽的疑惑和皇后那略带复杂的眼神。无需问了，看两人这眼神，皇后也知是自己理解差了。爹爹娘亲，我们要出门嘛，黔南在哪里呀？苏锦微微一笑，没有说话，朝着身旁的男人看了一眼。你们这么乖，肯定是要带你们去的吗？皇后抬头看了他们一眼，难道自己又想错了？在这之前呢，爹爹想看一下前些日子的课业，你们昨日说都完成了，一定不会骗爹爹的，对吗？早上爬起来还在狂补课业的崽崽们表示，他们也太难了。不去，爹爹，我们很忙的。对，爹爹，你快去找其他人玩吧。这样啊，那你们忙吧，今日就不看了。皇后一点点移到苏锦身旁，语气有些复杂。他平日就是这般带孩子的？我家太子很好的，很会教孩子，您放心吧。孩子都被忽悠懵了，还好。不管皇后如何无语，两人还是开开心心地告别了家人，踏上了马车，准备启程了。娘亲，你们要快点回来哦。爹爹，等你们回来了，爸爸就不忙了，可以陪爹爹玩了。好，等你们不忙，爹爹也就回来了。去吧，孩子有我呢。皇后挥了挥手，开始赶人。她现在是看到这两人就头疼眼疼。一路注意安全。秦氏说的随意，显然已是习惯了他们经常往外跑，丝毫不担心。就在此时，系统也赶到了。别忘了练拳，我回来再教你们新的招式，我会给你们带。他还在依依惜别，而门前的马车却慢慢行驶了出去。系统像是察觉到了，他一个转身，包袱猛地落地。宿主，你是不是忘了什么？什么？我呀，你忘了带上我，你的系统。你已经是个成熟的系统了，该学会脱离宿主，自己玩去吧，别打扰我度蜜月。说完，他立即断了联系，丝毫没有给他再说话的机会。系统气呼呼地背着手在原地转了一圈，心里暗搓搓地祝福着。宿主，我要祝福你蜜月来大姨妈。哈！你怎么了？大姨妈是什么呀？那个呀，你们听错了。好了，跟我练拳去，我一定要把你们都培养成高手，让宿主瞧瞧我的厉害。不行呢，我们还有课业没有做，很忙的。我们不乖，撒谎了，骗了爹爹。其实还有好多课业没做。爹爹说是要带我们一起去的，都怪宝宝贪玩了。爹爹一定很失望吧？我们都不能陪他玩了，就他和娘亲两个人，好孤单的。这夫妻俩不愧是一样的人，一样的狗。不仅系统无语，皇后听着也是一脸的复杂。黑豹哥哥，你自己玩吧，我们要去努力了。等
他们写完了，爹爹娘亲就回来了。说完，小步子一转就想往里冲。乖乖们，不急，别太苦了自己，慢慢做，不着急啊。皇后赶紧跟了上去。我这皇儿真是越来越不懂事了，孩子都忽悠。远处行驶的马车内，明觉察觉他又在发呆，心有所感。黑宝又说了什么吗？黑宝说要祝我们一路顺风。那他还挺懂事的，我还以为他想着跟着一起呢。刀精的孩子被教育得很好。是啊，他乖的时候很乖的。啥？刀精？在我看来，他与大宝他们无异。你怎么会觉得他是刀精？黑宝告诉你的吗？他家夫郎竟然会以为系统是刀成精了。黑刀嘛，说那家伙是煤球成精，我觉得还有些道理。你那日的意思是指着刀给我看，难道不是这般吗？唉，怪我，不该说的那么抽象含糊。还不等他开口，明觉无奈地摇了摇头，揽过人微凉的指尖给他揉了揉。这是你自己的头，轻点拍，不用为难，他是何我都不在乎。以前在乎，一是知道他们可以心意相通，在心中通话，他自是免不了俗，会多想，会酸涩。如今想到那个比崽崽们还活泼好动，在家中整日上蹿下跳的黑娃，他轻笑一声，眼中的光带着一抹暖色。他呀，比较不好形容，身世有些复杂。当初是怕你想不通，才指着那些刀具的。你呀，就当他是天上掉下来的小仙童，也就容貌黑了些。那家伙虽然调皮，傻乎乎的，还爱生气，但是啊，遇见他是我的幸运。这世上没有人会不喜欢他的。是，毕竟是我们的大儿子。马车向着远方继续行驶着，两人一番交谈，却不知被有心人听了个正着。他浮在半空，像是思考一般，光点一闪一闪，望着渐行渐远的车架，他没有再跟上，而是朝着他们相反的方向闪去，速度越来越快。